我不喜欢巨蛋龙16，我说真的，因为尤其是巨蛋商圈那边那根本就不是当初有好好规划的地方，都市计划没有很成功的地方。你自己去看高雄巨蛋的后面，新庄一路、新庄仔路附近的巷弄，真的你钻进去看，规划之奇形怪状就很怪，怎么是个墙，然后一排房子。你看那个 Google Map 就觉得很诡异，怎么会这样？这个地方没有不好，就当初都市计划的原因。那以前我听当地耆老人在干够，他们在讲说，那以前是菱角田，那要什么都市计划随便嘛。这种现象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它会严重的限制建商去发挥，因为它土地形状都很奇怪。所以巨蛋商圈最好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而且它很快要让出第一名的宝座了。高雄住哪里最舒服？北漂族该怎么选？盘点高雄4大推荐地区，回家工作也能幸福自住。先说结论，高雄真的太大了啊，真的太大了。你要不要去看那个中央山脉也是属于高雄，所以我也只能列出我最喜欢的几个地方：美术馆、正市区、农16、亚洲新湾区。那也欢迎你推荐你其他觉得很棒的地方。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终于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2025年的房市代表制，那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哪一区最适合居住？这次我们来聊高雄哪一区最适合自住。我们来聊一下高雄在地的事情。如果你是高雄人，或是考虑在高雄买房子的话，也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讨论一下，或是站来站去，这个都不错。你觉得那里不错，还是你之后想住哪里？那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高雄的朋友，看他们会推荐哪里。看我推荐的对不对？好，那要先讲哪一区最适合居住之前，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最适合居住，不然大家会鸡同鸭讲。我自己认为理想的居住环境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交通要便利，就附近台铁、高铁、轻轨、捷运；第二，买东西要方便，便利商店、量贩店、菜市场、各种卖场要齐全；第三，基础建设要完善，附近有学校、图书馆、公园等等。如果这几样都能符合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先说结论，美术馆特区，高雄美术馆特区不然我怎么会住这？这里的环境就是清幽，然后该有的都有。另外，我也建议其他还不错的地方，除了美术馆以外，我觉得如果以自住来说，你想要生活机能强的话，还是要选旧市区。旧市区虽然房子比较老旧，但它什么都有了，该有的都有。你想要热闹一点，往农16和巨蛋商圈走，那百货公司就 OK 了。如果你想要找未来发展可期的地方，亚洲新湾区，那未来会有很多大厂跟数千到数万名的工作人口会移入。然后还有楠梓楠梓有台积电这不用讲，这大家都知道。高雄真的是太大了，百花齐放，我怎么列举都列举不完。那我也相信一定有我漏讲的地方，欢迎你补充。那我想跟你分享是，现在高雄真的发展是真的很快刚好现在过年了。如果你是北漂一族，不管你是不是高雄人，如果你有想过以后要回高雄生活工作，或是退休以后你想回高雄的话，现在还是你有机会入手的很甜的价格，因为重大建设连发，而且还没盖好。我也很建议来高雄走一走逛一逛，不是说当天来回的走马看花，而是真的开车到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地方逛一逛。美术馆、正市区农16亚洲新湾区，这发展的速度真的会跟你想的不一样，这是真的就我跟朋友那个吃饭，回台北开会的时候跟朋友吃饭，他都台北了老台北，然后他说什么他开车去拜访客户，故意照我说的去附近绕一绕，他一绕到美术馆说我靠，这是高雄吗？怎么跟以前印象中差别这么大？对，真的发展速度很快。那最后你要知道，高雄未来的发展会更加的炸裂，就像我以前分享过的高铁理论，现在高铁打造的一日生活圈是真的很猛，那个影响程度并不是说你去高雄玩看黄色小鸭或是参加演唱会很方便而已，而是现在很多人依赖高铁怎样去上下班的。你哪天有机会你来搭那个高铁下来，你故意挑那个平日上班时间，你去看有多少人是从高雄搭高铁到台南上班，或是台南搭高铁到高雄上班的，超级多。你也可以这样，你就来高雄玩，然后通常不是礼拜天的晚上要回去吗？对不对？你不提前订票，你回不去台北，我告诉你就这样但一票人都是也是从这个高雄高铁出发去上班或干嘛。那未来等高铁南延，那高铁南延这个专案，高铁高雄站启动以后，地域的限制会被打破了更加明显。你是自助的话，我觉得你高雄你就挑你喜欢的地点就好，反正高铁站在高雄车站那边很近不用 FOMO 说什么说美术馆好像最顶，应该要买美术，不用那只要你买自助，你自助你是喜欢那里的环境，给它买下去，这样就好了。现在政府的各种重大建设也都拼命在盖，我相信你认真选的地方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
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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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我自己完全不负责，就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完全的政治不正确那管他的，这才叫八卦。我刚刚提到的美术馆、正市区、农16、亚洲新湾区，我一个一个来阐述我的不负责任看法。先说旧市区、正市区就起来啦。那我讲几个点，好学区，有钱的老人多，跟房子旧。直接讲结论，正市区吸引不了年轻人置产，旧市区现在最多的是什么？是老人买给儿女住，因为这样离家近，他可以帮忙带孙子。当然他就是想说要看孙子啦，就帮儿子女儿把它买在旁边。旧市区都贵了，中古新案都贵了，那便宜的也还存在，可它屋龄真的很高很高，什么屋龄42年的透天这种东西，老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接受移动到新的地方，就他在那里终老，他那边走掉就对了。年轻人倒是很崇尚什么新重划区，房子新新的，走道大大的，看起来很有面子很气派这样。可是为了留住年轻人离家近那些老人就会帮小孩子出钱买，就这样而已。旧市区生活机能很完备，吃的喝的全部都有，外送打开500多家，你每天都吃不同家，你1年你也吃不完，但也就这样。对年轻人来说，他住起来不舒服，也不是很有面子，所以正市区是怎样，在地的老人买盘多
哦，他们实力很坚强，但也就这样。你看这样，这根本就歪理。那你放心，我接下来要说的全部都是歪理。我接着说，农16现任的高雄王者。那我讲几个点，年轻人喜欢，生活机能成熟，日后慢慢变弱。我讲个八卦，这真的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要这样看，高雄有所谓的农16跟巨蛋商圈，你要拆开来看。虽然现在音乐成熟的讲农16就是讲高雄巨蛋那一带，但其实不是，高雄巨蛋并不是工工整整的在都市计划中凹子底原农16特区里头，只是市场中音乐成熟就会把农16跟巨蛋讲在一起。能一讲你住哪里？住农16哦，巨蛋那里很好，就会变成这样。农16特区其实小小的，那就是周子瑜豪宅那一带而已，再往前一点点才是巨蛋。但是因为市场的习惯嘛，大家都说农16就跟巨蛋绑来，那我们就这样子讲，我也一起讲。以下讲的农16都包含现在的汉神巨蛋，那我们一整片一起来看。我不喜欢巨蛋农16，我说真的，因为尤其是巨蛋商圈那边那根本就不是当初有好好规划的地方，都市计划没有很成功的地方。你自己去看高雄巨蛋的后面，新庄一路、新庄仔路附近的巷弄，真的你钻进去看，规划之奇形怪状就很怪，怎么是个墙，然后一排房子？你看那个 Google Map 可能觉得很诡异，怎么会这样？这个地方没有不好，就当初都市计划的原因。那以前我听当地耆老人在干够，他们在讲说，那以前是菱角田，那要什么都市计划随便嘛。这种现象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它会严重的限制建商去发挥，因为它土地形状都很奇怪。所以巨蛋商圈最好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而且他很快要让出第一名的宝座了，就是正农16特区。我在付费会员影片中一直提到的富邦凹子底 BOT 案，凹子底森林公园那一圈有很多豪宅，是未来的明日之星，什么金城天赞，那附近还有什么很多啦，周子瑜那个雄冈信义美术馆啊等等，然后也有一些豪宅案，但是它没有那么豪，就好像豪宅跟高级住宅的中间，那个叫什么艺术城堡类似的都聚集在那边，未来的明日之星。你叫我现在冲进去买农16，我不要，我要越靠近凹子底富邦凹子底 BOT 案越靠近越好。当然这是我的看法。那台北人现在对高雄的认识还是在那颗巨蛋跟附近，跟那个走远一点是瑞丰夜市，认为说农16就是现在北高雄的核心一样这边的农16包含那颗巨蛋了，所以台北人要买大概就买那个地方啊，这样是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农16特区它本来就是其中的一个西部计划，是整个凹子底的西部计划都包在凹子里面，也都相邻。但日后的王者就会是距离汉神三馆近的电梯大楼或华夏那边才是未来的王者，这个未来很快这未来可能26、27就会来到了。那巨蛋会怎样？会慢慢变弱，慢慢变弱。这个慢慢变弱没有很快，它可能要花10到15年去慢慢变弱，弱不到哪里去了。但你不觉得说我们这种做重大建设流派的，我们就是要一个什么丑小鸭变天鹅吗？对啊，那已经是天鹅，我就不想要了，就这样。那个凹子底丑小鸭，真的是丑小鸭。你买我的那个付费会员，你去看看富邦凹子底那一集，真的是丑小鸭。那剩下还有亚洲新湾区美术馆这2点不过这个要讲不完，我给自己挖个坑，改天慢慢讲。总之大概就是这样。我说真的，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好强真是好强陈其迈真是好强我讲这又说我扯政治，但你自己去看哪个县市重大建设连发成这样，然后都不是嘴炮，都有进度，而且都能真的给它落成下去。当然中央也很给力啦，给钱很给力，但你看高雄现在整个就是重大建设连发的城市，这么粗壮行动力又强的大腿正在大步迈进，你还不去报我已经报紧紧，真心推荐你一起来报。